有一个红色的外星人，他的名字叫做祭司，他有个绿色的探测器，烘焙率简直晒狗屁。大家好，我是林有德，今天来跟大家一起看看来自新工作室 WP 的处女作《森林战队红狐》，也就是基纽特战队的吉斯。视频正式开始之前，能不能拜托大家动动发财的小手，一键3连安排起来，这对我来说很重要，谢谢。先来看内容物，盒子分为 A、B 两盒 ，A 配置为吉斯头发1个、替换面雕以及基纽悟空头，还有2颗龙珠。以及粉碎球特效件。看看 B 则有主体、手型、手提箱以及插支架的背部替换件、替换肩甲、粉碎球的连接件，还有一个基本用不上的红狐头雕。比起万代的吉斯，新增的主要配件主要还是异星龙珠以及恐惧脸。把头雕装上看一看，外观几乎是照抄万代，说好听点叫参照，说直白点就是 KO。但必须承认，面雕精度还算不错，保持了基本的颜值，我个人还是比较满意的。喜欢绝对领域的兄弟们注意了，大腿根和大腿有轻微的色差，而且没消光，看起来油亮油亮的，像抹了防晒霜。看看面雕，有邪笑脸、直视张嘴、直视怒吼、斜视怒吼，这几张面雕基本跟万代一致，增加了新规的恐惧脸。可动性上，首先这个后发带可动关节，可上下抬动，抬头受头发影响幅度很小，可以低头，但是受头发重量影响，正常情况下会回正。左右侧摆有一定的幅度，但是不大。然后前倾的角度比较大，后仰幅度一般。肩甲依旧是老版战斗服的上抬结构，可以上抬避让，平举可超过90度，大臂有平转。曲肘大概是这样。蝴蝶关节拉出双臂可以交叉，躯干可左右摆动，也可以左右旋转。大腿有平转，前踢大约90度，侧踢因为胯部线位大约只能上抬45度，受屁股线位影响，后踢只能向斜后方。屈膝幅度很大，踝关节可动一般，所以接地不算特别好，斜肩可抬。由于基本上参考的万代吉斯，所以基本上就是一个标准的 2.0 竖体的可动，没有什么特别亮眼的地方。而在把玩体验上，这款的关节是做的比较舒服的，调教的很好，关节的松紧度适中，不会有奇怪的响声，适合把玩。但是我这一只不知道是不是中奖，左肩胛偏松，比较容易掉。手型就自己看图，不一一详述了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配件，首先是替换肩甲。替换后，手臂的可动范围变大，可以轻松的摆出一些吉斯的经典 pose。然后看看吉斯的经典大招 Kurasa Bolu。顺带一提，吉斯在年轻时是银河少年棒球联盟的投手，正是因为这样的经历，他开发了这个经典大招粉碎球，主要通过连接杆卡在手腕上来还原大招场景。然后是这个 Scout Base。放探测器的手提箱，吉斯初登场时的经典道具，需要通过握持手来安装。然后是哆啦公波鲁龙珠，除了万代同款的2星球，还给了1颗1星球，2颗龙珠的底部都有明显的水口，用手掌在下的正常托举的方法有点难平衡，建议使用白丁胶。你可以玩弄我的魔丸，因为它有2颗，但你不能玩弄我的线，因为它只有1颗。然后这个基纽悟空头，个人觉得是做得比较不够水准的地方，如果有能力按现在的审美做一个新的头其实更好，但是它是直接翻模的，那就没办法了。头发仔细看会发现处理的不太行，存在合模线、飞边等问题，第一眼观感就不是很好。
加上鼻子肉的都快没了，所以这个头对我来说不太可能用得上。然后这个替换的背甲可以通过插口来插支架，增强一些浮空动作的稳定性。最后总结一下，这款面雕颜值不错，可动比较一般，把玩体验还算不错。作为一款平替的 KO 来说，产品整体素质完全够用了。现在万代的即时二手均价基本在750以上，让人望尘莫及。这款250左右的定价也是为凑角色的兄弟们提供了一个性价比更高的选择。如果是想要集齐角色，或者是喜欢基纽特战队又不想高追万代的朋友，我是推荐入手的。如果对即时无感的朋友就没有必要强行消费了，毕竟即时也不算高人气角色啊。据说后续 WP 会先出利库姆和巴特，目前利库姆的进度是最快的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好，那么本期视频就到此为止了。如果觉得视频不错，别忘了点点3连，点点关注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祝大家国庆快乐，拜拜。